河南省上蔡县的郭庄村除夕夜惊现一座千年古墓，2000多年来先后遭到30伙盗墓贼的盗掘，挖掘的大小盗洞120多个，企图盗走墓中宝藏，可最后竟无一人得逞，甚至有一半的盗墓贼都命丧黄泉，成了陪葬品。这究竟是一座什么古墓？有人说墓中有鬼，也有的人说流沙吃人。神秘的千年古墓到底隐藏着多少机关？墓中又有多少奇珍异宝？墓主人又是谁？为何说这些盗墓贼到了都成了陪葬品？接下来为大家揭开河南郭庄大墓之谜。除夕将至，全国人民满心欢喜地迎接新一年的到来，家家户户放起了鞭炮。这时有一伙人不好好的在家陪伴家人过春节，却偷偷地跑到了郭庄村的一片荒地处瞎转悠。只见这伙人盗墓装备齐全，动作熟练，一看就是盗墓界的高手。这伙盗墓贼很聪明，在爆竹声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盗洞。经验丰富的盗墓贼通过洛阳铲探土的方法，很快就确认了这下面是一座击沙墓。在盗墓的过程中，为了防止流沙的塌方，他们选用了一种挖煤矿时经常用到的方法——煤矿巷道。他们费了9牛2虎的力气，找来了数个木板，临时搭建了20多米长的巷道，直达墓底。从现场盗墓贼遗留下来的面袋子和矿泉水瓶子来看，盗墓贼们的吃喝拉撒应该都是在巷道里面进行的。从搭建的巷道来看，至少要花费1个月的时间，不然是不可能搭建成功的。看来这会儿盗墓贼来这里不止1-2天了。面对如此疯狂的盗墓贼，流沙大墓会坐以待毙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会儿盗墓贼用巷道搭建的方法果然有效，不仅奇迹般的躲过了流沙的活埋，而且还逃脱了墓中的陷阱机关。他们的步伐离墓室越来越近了。当他们距离主墓室不到10米的距离时，就看见了一件圆形青铜器。盗墓贼们看到青铜器后激动不已，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盗掘后，终于有了收获。走在最前面的那位盗墓贼正要抱起青铜器时，意外发生了。当他碰到青铜器的一刹那，墓室顶端的流沙突然飞流而下3000尺，紧接着数十块大石头狠狠地砸了下来。刹那间，墓室的出口就被掉落的石块流沙堵死了。墓室砰然倒塌的声音惊动了正在熟睡的村民。好奇的村民前去查看，得知郭庄村可能遭到盗墓贼的光顾，立即拨通了报警电话。接到村民的报案以后，当地的民警立即前往郭庄村案发现场。民警同时又联系了当地的文物保护局。到达现场以后，考古专家立即对郭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发掘过很多的古墓，这种击沙墓还是生平第一次发掘。加上这座古墓建造规模非常的庞大，专家猜测这座古墓很有可能是一座帝王墓。专家是既兴奋又担心，看到如此多的盗洞，专家心里不寒而栗，很害怕墓中的文物被盗墓贼盗走。随之而来的又出现了一个疑问：这种用流沙浇筑的墓葬会是真墓吗？如此浩大的工程是如何建成的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考古专家翻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原来在古代就有很多的盗墓贼专挑这种大墓盗掘。为了防止随葬品被盗，会选用一种特殊的葬制用来防盗。这座古墓就选用了细沙填埋的方法。聪明的古代人为了增加细沙的流动性，又在细沙里面埋了很多的石块，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墓室的塌方，可以让盗墓贼变成墓主人的陪葬品。这种防盗措施实在是高明。专家为了加快考古发掘的进程，把墓中的积沙全部清理了出去。就在这个时候，2排台阶映入众人眼帘，很明显这是人工建造的。专家猜测，这些台阶应该是填埋细沙时留下的。经过考古人员的不懈努力，古墓的大致框架也显露了出来。如此庞大的古墓，可以看出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有多高。清理完墓室上方的土层后，出现的大片黑土让考古专家震惊不已。专家顺着黑土又往下面挖了9米，竟然还是黑土。这个时候挖出来的一块汉砖让专家有些担心。专家确切地说，这块汉砖就是东汉时期留下来的。这也就说明，在东汉时期，这座大墓就已经被盗墓贼光顾过了。本来满心欢喜的考古专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墓室东面已经清理完毕，因为东汉时期是一个盗墓猖獗的年代，很多大墓都无一幸免。眼前的这座大墓也未能幸免，考古人员仅在一处就发现了5个大小盗洞。最让考古专家感到意外的还在后面，一个现代盗洞出现在了众人眼前。这个盗洞比东汉时期的盗洞就显得有些高级了。盗墓贼通过用木板架设巷道的方式，已经穿透墓壁进入墓室了。这也就表明这座古墓曾经遭受过古今盗墓贼最为凶狠的盗墓。这更加说明了这座古墓中一定有奇珍异宝，不然盗墓贼不会拿着生命去冒险。想到会挖到珍贵的文物，考古人员又有了干劲。当考古人员清理完整个墓室的时候，被眼前的景象震惊到了。整个墓室除了大量的细沙，就是大小不一的石头，这是典型的积沙墓特点。这个时候，考古专家注意到，在墓室西部的沙层面竟然还相当完整。专家猜测，墓室西部应该没有遭到盗墓贼的光顾。由于墓道口是朝向东面的，那西面就应该是放置棺椁的地方。这一发现无疑对考古专家来说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可是这都已经挖到地下20米深的距离了，按常理来说应该已经挖到棺椁了。可是眼前却丝毫看不到棺椁的影子。考古专家又开始担忧了起来，毕竟已经发掘了2个月的时间了，难以想象如果没挖到有考古价值的文物，考古专家们会有多失望。这个时候的考古专家并没有丝毫的松懈。专家分析，出现这种情况有2种可能，第一就是棺椁埋在更深的地方，第二就是挖到了假墓，也就是专家常说的遗冢。一代枭雄曹操死后还有72遗冢呢，如果这是一座假墓，墓主人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去修建一座规模如此宏大的墓葬工程呢？如果真是这样，那墓主人又为何要这样做呢？眼看雨季就要来临，考古人员加快了考古发掘工作。突然，沙土中出现了很多红色的图案。专家通过鉴定发现，这些图案正是战国时期贵族棺椁上常用的装饰。这时出现的金箔让考古专家兴奋不已。这表明在更深的沙层中隐藏着更多的奇珍异宝。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清理，一个巨大的长方形棺椁显露了出来。这是典型的木质棺椁。尽管棺椁已经腐朽，但是依然能清晰地看出棺椁的轮廓。随后又在棺椁的周围发现了许多的车马器具。看到棺椁和随葬品的专家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座古墓不但不是假墓，而且还是一座设计十分诡异的高等级墓葬。随后又出土了大小不一的青铜器，还有几件玉器。虽然这座古墓遭受了古今盗墓贼无数次的盗掘，但是保留下来的依旧有3000多件文物。除了出土的文物之外，考古专家还在主墓室的周围发现了53具女性骸骨。从这些女性周围的随葬品来看，这些人生前的地位是不同的，他们有着不同的分工，死后依然守在墓主人身边。这些足以看出墓主人生前的奢靡程度。正当考古人员清理主墓室时，一把耀眼的玉柄青铜剑映入众人眼帘。令人意外的是，这把剑的主人却不见了踪影。考古人员对主棺仔细地清理了一遍，墓主人的尸骨没发现，却找到了半个头颅。这半个头骨会是墓主人的吗？专家把头骨运回了实验室，通过对墓主人的牙齿化验，专家推测墓主人应该死于壮年时期，应该不是正常死亡的。这一发现使墓主人的身份更加的扑朔迷离了。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很快，考古现场又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随后又出土了一把佩剑。虽然佩剑已经被断成了3节，但是看上去却依旧锋利。通过出土的陪葬品，专家猜测墓主人应该是楚国的一位将军，具体是谁还不能确定，因为截止目前还没有出土有关墓主人的墓志铭。陪葬品中也没有发现有关墓主人的任何信息，只知道这座古墓是楚国时期建造的，墓主人应该是一位将军。正当专家疑惑之际，考古人员又发现了一对青铜方壶，非常的引人注目。这种做工精良的青铜方壶一定是贵族们在非常重要的典礼上才能用到的酒器。
这时，专家突然想到1978年在河南西川楚国王子墓中出土的一对方壶，与这座古墓中出土的这对青铜方壶极为相似，所以专家断定，能使用这种方壶器具的，在当时只有国王和诸侯一级别才能享用。随后，专家又把出土的龙纹金箔片进行了拼接。随后，考古专家惊奇地发现，这些拼接好的金箔片竟然和河南西川楚国王子墓中出土的装饰图案一样。专家这时才意识到，墓主人的身份远比他们想象的更为复杂。由于这座古墓遭到了古今盗墓贼的多次盗掘，考古专家又没有找到一件有关墓主人身份的器物，所以墓主人的身份一时得不到确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考古专家一定会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的。你对这座郭庄流沙大墓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